刚结婚第2天，婆婆何兰芳就把我和浩宇叫到客厅。小宇，既然你们结婚了，家里就要有规矩。她一口气说出4条家规，每一条都让我心里发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她问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微笑着点头。妈，我觉得您说的很对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第2天一早，何兰芳用钥匙开门进来检查，却发现我不在家。正要发火时，床头柜上的信封让她瞬间脸色大变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苏小宇，今年28岁，刚刚和相恋3年的男友陈浩宇结婚。我们的婚礼办得简单又温馨，双方的亲戚朋友都很满意。我穿着象牙白的婚纱，浩宇穿着深蓝色的西装。我们在大家的祝福声中交换了戒指。婚礼当天，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是因为我终于和心爱的人结婚了，紧张是因为我即将面对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。浩宇的家庭条件不错，他的父母都是退休的公务员，为人看起来很和善。小宇，欢迎你加入我们家。何兰芳在婚礼上对我说道，她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含笑意。妈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我礼貌地回应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搬进了何兰芳为我们准备的新房。这套房子位于市中心，装修得很温馨。客厅里摆着一套米色的沙发，茶几上放着一束鲜花。卧室里有一张大床，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盆绿萝。这房子真漂亮，妈您费心了。我拉着何兰芳的手，真诚地说道。何兰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小宇，你喜欢就好，这房子离你们的工作单位都很近，上班方便。浩宇在旁边收拾行李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也走过来说，妈，您真是太周到了，应该的，你们年轻人工作忙，这些事情我来操心。何兰芳拍拍浩宇的肩膀，你要好好照顾小宇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妈。浩宇点点头。公公陈建国在一旁看着我们，脸上也带着慈祥的笑容。他是个话不多的人，但从他的眼神中，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善意。小宇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们。陈建国说道。谢谢爸，我感动地回应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新房里吃了第1顿晚饭。何兰芳亲自下厨，做了好几个菜，饭菜很香，气氛也很和谐。小宇，你尝尝这个红烧肉，这是浩宇从小就爱吃的。何兰芳给我夹菜。谢谢妈，很好吃。我品尝着菜肴，确实味道不错，以后你也要学会做。浩宇喜欢吃家里的味道。何兰芳笑着说道。我点点头。好的，妈，我会学的。饭后，何兰芳和陈建国准备回自己家。临走时，何兰芳对我们说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妈，您和爸也早点休息。浩宇说道。送走了公公婆婆，我和浩宇回到了卧室。我看着这个即将成为我们家的地方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小宇，你还适应吗？浩宇坐在床边，关切地问道。还好，你爸妈都很好。我坐在他身边，我觉得我们会很幸福的。浩宇握住我的手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各自洗漱，躺在床上。我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心情很平静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够嫁给浩宇，也能够有这样的公公婆婆。第2天是周末，我们睡得比较晚。起床后，我们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房间，然后去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小宇，你看这个杯子怎么样？浩宇拿起一个粉色的杯子问我。挺好看的。
我们买一套吧，我说道。我们在超市里逛了很久，买了很多东西，从锅碗瓢盆到床单被罩，从调料到零食，我们把新家需要的东西都买齐了。回到家后，我们一起整理这些东西。浩宇负责重的活，我负责细致的工作，我们配合得很好，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。累不累？浩宇问我。不累，很有意思，我笑着说道。这感觉真好，就像我们真的有了自己的家一样。浩宇拥抱了我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下午，何兰芳和陈建国来看我们，看到我们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他们很满意。小雨真能干，这么快就把家里收拾好了。何兰芳夸奖道。妈，这都是浩宇帮忙的，我谦虚地说道。你们小夫妻配合得很好。陈建国也表示赞赏。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气氛很轻松。何兰芳给我们讲了一些生活的经验，陈建国则和浩宇聊工作的事情。小雨，你们公司的工作怎么样？何兰芳问我。还不错，同事都很友好，工作也不是很累。我如实回答。那就好，女孩子工作不要太辛苦，身体最重要。何兰芳关切地说道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妈。傍晚，他们准备回家时，何兰芳突然说道：小雨、浩宇，既然你们已经搬进来了，明天我想和你们谈谈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浩宇问道。一些家里的事情。何兰芳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明天晚上你们回来后，我们全家坐下来聊聊。我看着何兰芳的表情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她刚才的语气听起来很正式，不像是要聊什么轻松的话题。好的，妈。浩宇点点头，送走了公公婆婆。我问浩宇，你妈想和我们聊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浩宇摇摇头，可能是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吧。我没有再问，但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何兰芳刚才的表情让我觉得她要说的可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。第3天是周一，我们都要上班。早上我6点半就起床了，准备做早饭。小雨，你起这么早干什么？浩宇迷迷糊糊地问道。做早饭啊，我们总不能每天都在外面吃吧？我说道。你不用这么辛苦，我们可以在公司附近吃。浩宇坐起身。没关系，我喜欢在家里吃。我已经走向厨房，我简单的煎了2个鸡蛋，煮了面条，还热了牛奶。虽然不是什么大餐，但很有家的味道，真香。还是小雨做的好吃。浩宇夸奖道。你就会哄我开心。我笑着说道。吃完早饭，我们一起去上班。在地铁上，我想着今天晚上何兰芳要和我们说的话，心里还是有些担心。浩宇，你觉得你妈昨天的表情有些奇怪吗？我问道。有吗？我没觉得。浩宇想了想，我妈就是这样，说话比较正式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也许是我想多了。工作的一天很快过去了。下班后，我们回到家，何兰芳和陈建国已经在等我们了。你们回来了，快坐下。何兰芳指着沙发说道。我和浩宇坐在沙发上，何兰芳和陈建国坐在对面，气氛比昨天要严肃很多。小雨、浩宇，你们现在结婚了，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何兰芳开始说话。作为长辈，我有一些话要对你们说。我看着他，等待他继续。一个家庭要和谐，就必须要有规矩。何兰芳的语气很认真。这些规矩不是为了约束你们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。浩宇皱了皱眉头，但没有说话。第1条规矩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。何兰芳竖起一根手指。一家人要一起吃早饭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我听到这里，心里开始有些不舒服。6点起床对我来说有些早，但我还是保持着微笑。
第2条规矩，工资卡要交给我统一管理。何兰芳继续说道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开支，也方便家里的财务管理。这一条让我非常吃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后还要把工资卡交给婆婆。第3条规矩，每周末必须回我们家吃饭。何兰芳的语气越来越严肃，家人要经常聚在一起，这样感情才会好。第4条规矩，不能随意外出聚会，要提前申请。何兰芳说完这句话，看着我们，家里人要知道你们的行踪，这样大家才放心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我和浩宇都没有说话，陈建国也保持着沉默。小雨，你觉得这些规矩怎么样？何兰芳突然问我，我心里有10000个不愿意，但我还是保持着微笑。妈，我觉得您说的很对。何兰芳听到我的回答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小雨真懂事，不像现在那些不懂规矩的媳妇。浩宇在旁边看着我，眼中有些疑惑，他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同意。浩宇，你呢？何兰芳问儿子。浩宇犹豫了一下，我觉得有些规矩可能有点什么？何兰芳打断了他，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，妈。浩宇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母亲，我只是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。适应什么？何兰芳的语气有些不满。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矩。陈建国在旁边轻声说道，兰芳，孩子们刚结婚，你别要求太严格，你懂什么？何兰芳瞪了他一眼，现在不立规矩，以后就没法管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非常复杂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们，他们结婚后的生活都很自由，没有人会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这些规矩就从明天开始执行。何兰芳站起身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了。陈建国也站了起来，对我们说，你们早点休息。送走了公公婆婆，我和浩宇回到了卧室。我坐在床边，心情很沉重。小雨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同意？浩宇坐在我身边，困惑地问道。我不同意又能怎么样？我看着他，和你妈直接冲突吗？我觉得我妈的要求确实有些过分。浩宇皱着眉头，特别是工资卡的事情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说？我问道。浩宇犹豫了一下，我不想让我妈难堪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更加失望。我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浩宇的全力支持。小雨，你别生气。浩宇看到我的表情，我妈就是这个脾气，她其实是为了我们好，为了我们好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她是为了控制我们。不是的，小雨。浩宇握住我的手，我妈只是希望这个家能够和谐。我没有再说什么。我知道和浩宇争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，他永远不会真正理解我的感受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站起身，走向浴室。洗澡的时候，我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心里越来越难受。我没有想到结婚后的生活会是这样的。躺在床上，我听着浩宇均匀的呼吸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想着何兰芳说的那些规矩，每一条都让我感到压抑。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，这意味着我每天都要早起。工资卡交给婆婆管理，这意味着我失去了经济自由。每周末回婆家吃饭，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。不能随意外出聚会，这意味着我失去了社交自由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小云，她结婚后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她的婆婆要求她每天都要打电话报告行踪，还要求她不能化妆，说那样不像个已婚女人。最后，小云选择了离婚。我不想走到那一步，但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。我需要想一个办法
既不和何兰芳直接冲突，又能让她理解我的想法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真的6点就起床了。我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准备早饭。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我还是决定先按照何兰芳的要求做。小雨，你真的起这么早？浩宇走进厨房，看起来很惊讶。你妈不是说了吗？每天6点起床做早饭。我没有抬头，继续煎鸡蛋。你不用这么严格按照我妈的要求，浩宇说道。不按照又怎么样？我转过头看着他，你会为我说话吗？浩宇沉默了，他的沉默就是答案。吃完早饭，我们一起去上班。在公司里，我努力让自己投入工作，不去想家里的事情。但是何兰芳的那些规矩总是在我脑海里出现。中午，我的闺蜜小丽来找我吃饭。小雨，你看起来不太开心。小丽关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我勉强笑了笑。别骗我了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什么表情我不知道。小丽坚持要知道原因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告诉她。我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。什么？他要你交工资卡？小丽瞪大了眼睛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，还有其他规矩呢。我苦笑着说道。小雨，你不能这样委屈自己。小丽握住我的手，你要为自己争取。怎么争取？和婆婆吵架吗？我摇摇头，那样只会让浩宇为难。那你就一直忍着。小丽皱着眉头。我在想办法，我说道。什么办法？小丽追问。我还没想好，我诚实的回答。下午回到公司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我需要一个既不伤害任何人，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下班后，我们回到家，何兰芳和陈建国已经在等我们了。小雨，早饭做得怎么样？何兰芳问道。还行，我简单的回答。明天记得早点起，不要匆忙。何兰芳提醒道。我知道，我点点头。还有，这个周末你们要回我们家吃饭。何兰芳继续说道。好的，我答应了。对了，你们的工资卡准备好了吗？何兰芳问道。我和浩宇对视了一眼，这个问题我们都在回避。妈，这个，浩宇开始说话。这个什么？何兰芳的语气变得严肃。你们不会是不想交吧？不是的，妈，我赶紧说道。我们只是觉得需要一些时间来安排。安排什么？何兰芳皱着眉头。直接把卡给我不就行了？妈，我们有一些定期存款，还有一些投资。浩宇说道。需要先处理一下。何兰芳看着我们，眼中有些不满。那你们抓紧时间处理，下周就把卡给我。好的，我们只能答应。何兰芳和陈建国走后，我和浩宇坐在沙发上，都没有说话。小雨，工资卡的事情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浩宇说道。能想什么办法？我无奈地问道。我和我妈再谈谈。浩宇说道。你觉得有用吗？我看着他。浩宇沉默了。他也知道和何兰芳谈论这个问题不会有好结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按照何兰芳的要求生活，每天6点起床做早饭，下班后就回家，不参加任何聚会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，失去了自由。周末，我们回到了何兰芳家吃饭，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看起来很用心。小雨，你尝尝这个糖醋排骨。何兰芳给我夹菜。谢谢妈，我礼貌地回应。这几天你们过得怎么样？何兰芳问道。挺好的，我说道。小雨很乖，每天都按时起床做早饭。浩宇说道。何兰芳听到这话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小雨真懂事。饭后，我帮何兰芳收拾碗筷，在厨房里，她对我说：小雨，你适应的怎么样？还好，我回答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些不习惯，但慢慢就好了。何兰芳说道。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，
我听到这话，心里一动。何兰芳说她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妈，您当年也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何兰芳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每个女人结婚后都要适应新的生活，这是正常的。她没有详细说，但我已经听出了一些端倪。也许何兰芳年轻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何兰芳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那我是否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呢？我想起了上次整理浩宇奶奶遗物时，我看到了一些老照片和信件，那些东西现在还在储藏室里，也许其中有我需要的信息。第二天是周一，浩宇去上班后，我请了半天假。我告诉何兰芳，我身体不舒服，需要休息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何兰芳关切地问道。可能是这几天起太早了，有些累，我说道。那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勉强。何兰芳说道。何兰芳走后，我赶紧去储藏室翻找那些老东西。我记得上次看到过一些信件，是浩宇的奶奶保存的。我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那个装着信件的盒子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有很多封信，大部分都是很久以前的。我仔细翻看这些信件，发现其中有一些是何兰芳写的。这些信的时间是30年前，正是她刚结婚的时候。我打开其中一封信，看到了让我震惊的内容。亲爱的小梅，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。我的婆婆给我立了很多规矩，我每天都像在监狱里一样生活。她要求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早饭，不许我和朋友来往，连买什么衣服都要经过她的同意。我真的很想逃离这个家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继续读下去，发现何兰芳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她当年的痛苦经历。她的婆婆比她现在对我还要严格，几乎控制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另一封信中，何兰芳写道，建国终于为我说话了。昨天晚上，他对他母亲说，我是他的妻子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他说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可能会离婚。我看到这里，心里有了一个想法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些信件来让何兰芳回想起她当年的感受。我继续翻看其他信件，发现了更多关于何兰芳年轻时经历的描述。她在信中多次提到，她差点因为无法忍受婆婆的控制而选择离婚。最后，我找到了一封关键的信件。在这封信中，何兰芳写道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一个女人在家里的地位是需要自己争取的。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媳妇像我当年一样受苦。看到这句话，我愣住了。何兰芳曾经说过不会让她的媳妇像她当年一样受苦，但现在她却在对我做同样的事情。我把这些信件仔细地读了一遍，然后有了一个计划。我要写一封信给何兰芳，让她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。那天晚上，浩宇睡着后，我开始写信。我不是要威胁何兰芳，而是要让她意识到，她现在的行为和她当年的婆婆是一样的。我在信的开头写道，亲爱的婆婆，我知道您30年前的经历。接下来，我详细地描述了我从那些信件中了解到的内容。我写道，您曾经因为不堪婆婆的苛刻规矩而痛苦不堪，甚至差点选择离婚，但是现在您却在对我做同样的事情。我继续写道，我不是要用这些来威胁您，我只是希望您能够想起自己当年的感受。您在信中说过，绝对不会让您的媳妇像您当年一样受苦，但是现在您立的那些规矩正在让我经历您当年的痛苦。我在信的结尾写道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相处，
而不是像监狱长和囚犯一样。我相信，如果您能够想起自己当年的感受，就会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写完这封信，我把它放在床头柜最显眼的位置。明天早上，我会比平时起得更早，在何兰芳来检查之前就出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5点就起床了。我没有去厨房做早饭，而是简单的洗漱了一下，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家。我去了附近的早餐店，买了一些包子和豆浆。我知道何兰芳很快就会来检查我有没有按时起床做早饭。果然，我刚离开没多久，何兰芳就用钥匙打开了门。她走进客厅，发现我不在，脸色开始变得不好看。小雨，小雨，她叫了几声，没有听到回应。她走到厨房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做早饭的迹象。她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这丫头怎么回事？才几天就开始不守规矩了。她自言自语地说道。她走到卧室门口，看到浩宇还在睡觉，她正准备叫醒他，询问我去哪里了。突然看到了床头柜上的信封，信封是米黄色的，上面用蓝色的钢笔写着“给婆婆的一封信”。何兰芳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她慢慢地走过去，拿起了信封，她的手有些颤抖，慢慢地打开了信封。当她看到信的第一行字时，脸色瞬间变了，手开始发抖。亲爱的婆婆，我知道您30年前的经历。何兰芳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她没有想到我会知道她年轻时的那些事情。她继续往下读，每读一行，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。那些她以为早已被遗忘的记忆，突然像潮水一样涌入她的脑海。她想起了30年前的自己，那个因为婆婆的苛刻规矩而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。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写给朋友的那些信，信中充满了对那种生活的绝望和无奈。她也想起了丈夫陈建国当年为她说话的情景，以及她在信中写下的那句话：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媳妇像我当年一样受苦。何兰芳的手越来越抖，信纸差点从她手中滑落。她坐在床边，脑海中全是30年前的画面。她想起了她的婆婆，那个严厉的让她喘不过气的女人。她想起了自己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早饭的痛苦，想起了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工资的无奈，想起了不能和朋友来往的孤独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差点选择离婚的绝望。如果不是陈建国为她说话，如果不是她最终争取到了一些自由，她可能早就崩溃了。何兰芳看着手中的信，泪水开始在眼眶中打转。她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在重复着当年婆婆对她所做的事情。这时，浩宇被何兰芳的动静吵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母亲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表情非常痛苦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浩宇坐起身，关切地问道。何兰芳没有回答，只是把信递给了他。浩宇接过信，开始阅读。当他看到信的内容时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小雨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浩宇问道。应该是上次你们整理奶奶遗物的时候。何兰芳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当年写给朋友的信被他看到了。浩宇看完信，心情也非常复杂。他既心疼母亲，也理解妻子的想法。他没有想到，母亲年轻时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。我拿着早餐回来了。我推开门，看到浩宇和何兰芳都在卧室里，气氛非常紧张。妈，浩宇，你们醒了。我举了举手中的早餐，我去买早餐了，怕你们饿着。何兰芳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有泪水，表情非常复杂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。小雨，我们需要谈谈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我点了点头，放下早餐。我知道他已经看到了那封信，也知道事情即将发生转机。浩宇，你先出去一下。何兰芳对儿子说道。浩宇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母亲，最终还是走出了卧室，轻轻地关上了门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何兰芳2个人。他重新坐在床边，我在椅子上坐下。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？何兰芳问道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因为我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的感受。我诚实地回答，我不想和您发生冲突，但我也不能接受那种生活。何兰芳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问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没有威胁您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您能够想起自己当年的感受，然后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何兰芳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，她用手捂住脸，开始轻声哭泣。我没有想到，我竟然变成了我当年最讨厌的那种人。她哽咽着说道。我看着她，心里也很难受。我不是故意要让她痛苦的，但我需要她明白我的想法。婆婆，我知道您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我轻声说道，但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些自由的空间。何兰芳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小雨，我向你道歉，我昨天立的那些规矩确实太过分了。我听到她的话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我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。婆婆，您不用道歉。我说道，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好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不，我必须道歉。何兰芳擦了擦眼泪，我差点重复了我婆婆当年对我做的事情。我走到她身边，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。婆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何兰芳点了点头。我们重新开始，但是小雨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确实希望这个家能够和谐。我理解，我说道，我也希望这个家和谐，但是和谐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何兰芳听到我的话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我以前的做法确实不对。我们继续谈了很久。何兰芳告诉我她当年的经历。她说，她的婆婆比她现在对我还要严格，几乎控制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那时候，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像在监狱里一样。何兰芳说道，我想逃离那个家，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后来呢？我问道。后来是建国为我说话。何兰芳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暖。他对他母亲说，我是他的妻子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我点了点头，理解他的感受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家里的地位才有所改善。何兰芳继续说道，但是那段经历让我觉得，作为婆婆必须要在家里立威。婆婆，立威和尊重是两码事。我说道，您可以在家里有地位，但不需要通过控制别人来实现。何兰芳听到我的话，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小雨，我想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我问道。我明白了，我当年讨厌的不是没有地位，而是失去自由。何兰芳说道，现在我对你做的事情，正是我当年最讨厌的。我看着他，感受到了他的真诚。那么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问道。何兰芳点了点头。我们重新开始，那些规矩，我们重新商量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浩宇的声音：妈，小雨，你们谈完了吗？进来吧。何兰芳说道。浩宇推门进来，看到我们2个人的表情都比刚才好了很多。你们谈得怎么样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和小雨达成了理解。何兰芳说道。昨天我说的那些规矩，我们要重新商量。浩宇听到这话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那太好了。我们3个人来到客厅，何兰芳开始重新讨论那些规矩。
关于早饭的事情，何兰芳说道：“如果你们工作忙，可以不用每天都做。关于工资的事情，他继续说道：你们自己商量就行了。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合理规划。关于周末回家吃饭的事情，何兰芳最后说道：如果你们有其他安排，提前告诉我就行了。我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非常感动。我知道何兰芳做出这样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婆婆，谢谢您的理解，我说道。何兰芳握住我的手，小雨，谢谢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这时，陈建国也起床了，看到我们3个人都在客厅里，他有些惊讶。你们怎么都起得这么早？他问道。我们有些事情要谈，何兰芳说道。现在已经谈完了。陈建国看了看我们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能感觉到气氛比以前好了很多。那我们一起吃早饭吧，我说道。我买了包子和豆浆。好的，何兰芳点了点头。我们4个人坐在餐桌前，一起吃早饭，气氛比前几天好了很多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。小雨，你对工作有什么计划吗？何兰芳问道。我希望能够继续发展我的事业，我说道。我喜欢我的工作。那很好，何兰芳点了点头。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。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她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事业，才会那么被动。何兰芳解释道。如果我有自己的收入，也许情况会好一些。我点了点头，理解她的想法。吃完早饭，我和浩宇准备去上班。何兰芳送我们到门口。小雨，她叫住了我。谢谢你昨天晚上写的那封信。我回头看着她。婆婆，我希望那封信没有让您太痛苦。何兰芳摇了摇头。虽然痛苦，但很有必要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对她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那我们上班去了，浩宇说道。好，路上小心。何兰芳挥手告别。在去上班的路上，浩宇对我说：小雨，你做得很好。我没想到你会想到这样的方法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我说道。我以为你妈会更生气的。我妈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浩宇说道。只是她有时候会用错方法。我点了点头。通过这次事件，我对何兰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她不是一个坏人，只是她的经历让她产生了错误的想法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何兰芳不再对我有那么多的要求，我也更加主动地关心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